今天全球都在关注在澳洲的一场车祸案件。想说车祸没有什么每天都在发生，没有哦，这次不太一样。第一个，它是劳斯莱斯来撞车的车祸，一台车3000多万。但是这其实一点之外，第二是什么？开车的这个人叫做杨兰兰，杨兰兰太奇妙了，他一查，他是中国人，那中国人但也就算了，就是他的身份有到这么敏感、这么特殊吗？对，这第一。他这个撞击的时候呢，整个人就喝懵掉。为什么？他开着劳斯莱斯的库里南，而这个库里南 USB 呢，随便造价就3000万，而且它还特制化，有点淡蓝色。换之这台车子哦，你有钱你买不到，就是直接撞下去之后呢，他把对象，也就是宾士一样哦，也是这种面包车的车头给撞得全毁。结果这时候杨懒懒走下来了，走下来你知道他找他干嘛吗？他大条不甩的直接走到人家的这个驾驶座的门，开一下，他怕没亏，一边讲电话，然后人就飘走了。所以他们心里想说，一般来讲，如果说发生这种重大事件，应该很震惊吧？就他不是，他是很淡定的讲了电话，拉他的车门，然后人就跑掉了。最后面呢是警察来了，现场还不是他报案的哦，是有路人看到，赶快打110，打119，就来了，他直接说，哦对，就是我撞的，自首。然后检方就说，哦，那我们要进行酒测哦。然后他就说，我不要呼气，我就给你罚款，没关系，我就不要呼气。所以当下现行就把人逮捕了嘛。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中国籍女子太奇怪了，怎么会做这件事情？来，你看这是她被逮捕那个样子。对，而且照了，更让我吃惊，你知道什么吗？这一台劳斯莱斯库里南，他撞上去之后，这个杨懒懒完全没事情，但是他把对方撞得七荤八素，我跟你讲非常可怜哦，他的脊椎。包括他的骨盆碎裂，包括他的大腿骨以及他的肋骨，照鬼人脆狗狗啊，对，会终身瘫痪啊。所以你看他被拍到的时候，整个人是紧这样躺平在这边的。但为什么大家质疑说太奇怪？第一个，这个杨懒懒年纪非常轻。对。在第二件事情诡异在哪里？如果说这种有钱人，对不对？会炫富，会 po 文，会 po 网，至少地方上探听下的名号嘛，在讲像亏劳斯莱斯嘛，那不是一般人嘛。结果讲全部拢无，为什么？他也没有社交媒体，对，也找不到他的 LinkedIn， 对，他什么东西完全没有。不是哪有人这样，在网络上面一点痕迹哦，一点点、一丝丝的痕迹都没有。对，完全找不到哦，太神秘了吧？任何社交账号都没有哦。然后这时候还有人在讲说，而且他的名字很特别。他叫做懒懒，对不对？啊，那我又讲另外一个叫什么呱呱博呱呱，对，杨懒懒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中国的红2代或者是红3代，但是呢，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没有争夺的意思，所以你就会把名字取得又笨又傻，而且一定要叠字啊。这种叠字是一个关键字。他们说，通常这种叠字，你看这网友讲了，金圈解说，后代如果不走仕途，就约定取叠字，意思就是他不参与斗争，别搞他。如果我今天不要的话，我就做张呵呵，对，就没事了啊。对，然后后来被人家起底之后，发现这是杨懒懒的豪宅。各位，我看到我吓坏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呢可以看到包括什么雪梨的海港大桥、对，歌剧院，以及呢海港对面的北岸，还有呢这些北部的豪宅，我们讲的壮丽景色，通通都在豪宅。各位，这就是它的豪宅哦。直接望眼欲穿，换言之，你从你的窗户站出去之后呢，就如同你现在看到这个什么样的海景第一排，对，雪梨的最标准的、最漂亮的、最豪华的景色都近观眼里。所以也难怪车祸发生完之后，好多人说什么他在银行拥有银行内1.35兆人民币的现金存款，而且说什么他为什么可以撞完人之后酒驾还能出来？传说7000万澳元的保释金，再对比这个，真的太有钱了吧！各位，刚刚你看到是库里南，对不对？对。他其实在车库里面还有另外一台，他还有 Ghost， 他还停了一台2400万的 Ghost 在里面。太好了吧！而且你看这就是我们讲的有没有这个宝蓝色？有没有？我刚才讲到特制化了，它的车子的颜色是特别烤漆过的。但你还没有发现有一个中国官2代、红2代最喜欢的一个标志在里面，就在这边。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什么？拉布布，拉布布，这就传说中的拉布布，而且是限量版的拉布布。你看被撞了之后，你看车盖掀起来，但是拉布布也是安全的，而且它是限量版。对，那为什么他们就想说，这个人身份太成疑，在我们讲身份成疑嘛？而且你知道吗？这台车你在路边看不到，它的 Ghost 停在哪里呢？停在他的豪宅上面。他为了这台车子因为怕说这个引人注目嘛，还特别弄了一个3000公斤的起重机。
所以你看不到他另外一台车子，就是他起重机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甚至邻居描述他说什么，说哦这个人呢平常很有礼貌啊，而且感觉呢很害羞，但是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来的，总之就很神秘。所以你看哦，当他出席，就是因为他每天都要去警局报道嘛，被人家拍到这一身 Chanel，OK， 没啊这啦，60万啦。归辛苦啊嘞，所以当然嘛，马上中国开始我们讲盛嚣尘上说他有可能是习近平的子女啊，或者是他家世很深啊，反正你觉得各式各样谣言满天飞。但是我觉得这个网友最可信，这个网友叫 Jonathan 说我认识他，哦呦，大家都吓到说天哪，你竟然认识他本尊？对，他说他本名叫做 Wendy Young，OK，住在保德湾 Double Bay 的海边别墅。他说解释说为什么他这么有钱呢？因为他做铁矿生意的。哦，原来是生意人啊。对，而且跟呢 Sinostale 这边的人非常好，甚至他有朋友呢住在 Nielsen Bay， 反正都是豪宅区。OK， 他的朋友叫某某某，叫做孙叉叉。哦，那为什么他很有钱呢？因为这种铁矿生意哦，他跟中国是专卖，换言之他是做配额生意的。对，也就是有多少配额呢，他就赚多少，而且呢他还可以抽。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不是卖铁矿石哦，是卖配额，跟过去我们讲烟酒专卖一样。而且甚至他说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杨澜那时候还跟我讨论到说上下游的有一些生意啊，做生意的问题。而且呢，他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他最后还是附一张图片，说什么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会感觉到、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呢置于孤立无援。换言之，他说我说的是真话，但是通常消息见不了光，真的到了真的见不了光。马上就有人在中国写说呢，关于劳斯莱斯相关的事件，关于杨澜澜，人家在讨论澳洲的车祸，关你中国什么事情？来，直接把你文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删除。杨澜的财富或许是我们老百姓根本不想想象到的，而且这只是天公一脚。以公杨澜澜进后呀，谁后呀？不然就是开劳斯莱斯呢，劳斯 and Royce 呢，库里南呢。开个来车，啊，你讲以后亚讲袂使，直接给你下架 ，OK？ 然后还有人转发说啊，杨澜澜呢，他的父母叫做杨白劳，现在呢军务农，他是务农，对，务农可以开劳斯莱斯，对，然后那个房这么多台，而且那个房子他们住的地方大概随便一栋都1亿2亿的。啊，跟你讲说他们家务农啦，我很想你们种的是什么？种黄金、种钻石，是不是？有钻石品种的花朵，介绍我种一下好不好？而且呢，这些劳斯莱斯啊，都是跟朋友借的，保镖的也只是其同学，大家都不要相信谣言。我就想说，到底哪一个是谣言啊？你要不要看一看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中国的这种文章，你都要反着看。当他跟你说呢，这个不传谣不辟谣的时候，恐怕事情是真的；当他跟你讲说事情是真的时候呢，恐怕那就是假的。正峰，我们刚刚看到，中国这个杨澜澜也太强了吧？还有什么务农可以赚到这么多，大家都很羡慕。但是什么？台湾今天出现一个事情，大家觉得太生气。为什么？你今天好好去做生意，你赚钱，没有人会在讲什么。你今天竟然滥用台湾的爱心，滥用台湾人的捐款，你看到假公益这个集团竟然假公益敛财，而且有钱到什么样的程度？去养狐狸，去买名车，去住豪宅，有这么爽的？没有错，真的是很夸张。这个萧伟霆这个前10的名模，他形象其实蛮好的。那当时他在担任这个身障关怀协会的常务理事的时候，他其实对外募款。因为他形象好嘛，所以他募集了很多的钱。那这个协会它到底是怎么形成呢？对，大家都以为说应该都是一群关怀身障或者是本身就是身障人成立，对不对？我给大家报告，这个协会是这个萧伟霆的哥哥胞兄这个萧敬成立的。啊，萧敬原本做啥？你怎样？他是做直销的。做直销的，然后14年前，他突然间成立了这个协会，没人知道为什么被成立这个协会的哈。那你知道他成立这个协会多厉害吗？没有会员，但有开会记录啊。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当时在成立这个协会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会员都是他以前在做直销的时候拿到的客户名单。名字、身份证字号、出生年月日，然后他把它拿来填一填，譬如讲，张兆和啊、吴正峰，每一个都是做业会员啊，然后大家都不知道，一个个帮刻印啦，刻印章就盖章，然后呢，所以这整个协会原则上就只有3个人，就是谁？就是萧伟霆的哥哥跟萧敬，就是他哥哥，就是他大嫂，然后萧伟霆的大嫂这样哈。然后呢，到了2019年的时候，这个萧敬他发现说，我找到一个什么活路了。什么活路？生财活路。
他跟2间跨国公司联系上，一个是新加坡的，一个是马来西亚的。他说他要以这个替这个身障者提高他的生活品质为名然后去进行募款。什么募款呢？他说，请你这2间公司帮我进行街头倡议跟电话募款。对。然后2019到2025，今年4月还是今年3月总共募得了2.59亿元，只用了1030万在公益支出。他募了2亿多，只拿出了1000多万。对，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其他钱嘞？钱嘞，我跟你讲，钱早给都在真趣味因为2019年到因为他一直在吸金嘛募款，然后到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萧敬他因为有其他刑案，然后被通缉。对。通缉之后，你也刚刚就离谱。照你讲，你通缉以后，你属地就袂使做啊嘛，对不对？结果伊讲好，我买走，我叫温某来走，家天下的概念呐，就是给他老公不做饭，老婆做了然后老婆去当理事长之后，这个萧敬他用一个化名，姓黄的化名，继续在从事这个募款的活动。对。然后募款之后呢，因为钱无可能和萧敬向通缉嘛，所以他就借用这个萧伟霆的名义去啥，去买2间厝啊。买2间豪宅了，买2间7000万，去买7000万的厝接下来一个把协会钱汇去这个萧伟霆的什么账户里面去干嘛？买这个那个名表100万的名表，对，然后缴信用卡费，然后我们刚刚讲的买房子贷款然后中红连孝亲费都是由人民的善款出的啦。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